在盘点11月大事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数据：这个月共进行了4个 Dota 2一级赛事的某个阶段，产生了3个冠军，但中国战队没有一支进入过季后赛，貌似成为了看客。写到这，我突然想好了12月报的标题：2026年的 CNN Dota 何去何从？吐槽之后，开始这个月的回顾，主要都是围绕比赛。月初 TI 亚军4号位新 Q 回归直播，跟水友们分享了冠军日的一些花絮，可以看成是简易版和口述版真世界。总结后大意是，由于前一天比赛到很晚，只休息了4至5小时就去打决赛日，决赛日打满8局，属实燃尽了，很难保持高水准状态，所以出现了水友提到的那些失误。我觉得今年主要是就是这个版本它的时间都比较久，而且我们就是它那个赛程可能一天排太多把了，然后打得很晚。那天睡了6个，差不多吧。我感觉王水云应该没怎么睡觉啊，他打之前就一直在那个沙发上睡着了。没有啊，就是喝咖啡不是很正常吗？提神啊。我跟你说那个。打决赛那天，不是打决赛那天，打 TI 的时候，杨哥就是每天过来给大家一杯那个总裁手摇咖啡，好吧，很香。就我知道那个赌狗打小玩家很难打，没什么用的意思。没有吧，就是打到那个时候脑子有点不清醒。当时那个时候估计你凑不出一个正常人，大家可能体力和精力都到极限了。打完决赛的第一件事是干啥？是去吃饭，好饿。新 Q 还分享了上赛季的一些回顾。其实叉 G 的状态一直都不差，但是就是老有人在搞。之前，我搞了2次，好吧，我搞了1次。我有罪，好吧，我确实就是一开始组的时候，我把那个红丝给喷飞了。11月2号，从时间上算，本赛季第一个大比赛裂变 S2 决赛开打，最终猎鹰3比1战胜 BB 夺冠。由于8强没有中国战队，这个比赛在国内媒体平台受到的关注不太多。其实猎鹰夺冠之路并不算顺利，他们在第1轮就被 Mouse 打到了败者组。此处记住 Mouse， 他们是个重要角色。猎鹰在败者组1穿5，前3个 BO3 都打到了2比1，所以还是有点悬。但能夺冠也说明他们 TI 后状态保持得不错。11月7号，随着奇货郎活动临近尾声，大家都在期待新版本的更新，又因为下个版本 7.40 有大的数字变动，所以很可能有类似地图变动这样的大更新。但墨迹了几天后 ，V 社只是在11号推出和怪猎合作的6个皮肤，让期待的玩家很失望。然而，坏消息中的好消息是，这次更新并没有版本号的变动，目前仍是 7.39 亿。好消息中的坏消息是，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大的版本号就有大变动。例如，2021年8月18日更新的 7.30 就比较普通。这个话题最后再反转一下，根据网上的爆料 ，V 社正在展播大的，其中就有新英雄银油蛙。正巧网友们都在说，从2017年开始 ，Dota 2每年都有新英雄，唯独今年没有。在我来看，比较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至于更新时间，网上大多爆料是在圣诞节前夕，或许伴随着新活动。11月7号到9号 ，Blast 的新加坡站季后赛开打，因为只有6支球队，2天就打完了。同样是没有中国战队，决赛很有意思，猎鹰2比3输给石头人。第4和第5局，双方用了完全相同的 BP 过程，所以阵容是一样的，结局也是一样的，甚至就连过程都相似。猎鹰前期优势，1号位飞机，后期出圣剑，然后圣剑掉落被翻盘。Back in the game now, Pure. Can he bully and punish Falcons for this push? They've got to try and chase onward. Jump off of Vizia. They take down Skinner. He's gone. Pure's got the rapier. Rapier hits the deck. Skinner losing it into the hands of Pure. Oh my god. Gets the double dust as they can get the triple push to Sonic Wave and the burst in the shack from enough to bring Skinner down the once. Buybacks. Can they do it a second time? And Mars BKB comes from that. BZM jumps in. They'll get the Hex onto Amar. Pure turns into the gyro, using the flag against him. Skinner, he's trying to hold his ground, trying to heal up, and the BKB comes to an end. Pure brings in the The rapier hits the deck once again here. 关于这2局的细节真的非常有意思。赛后采访时，老五这是点谁呢？大家心里清楚。第3个比赛是11月15日至23日的瓦拉吉亚 S6， 这个比赛是新叉 G 和新战车的首秀。在这2个比赛之间，雕哥在某次直播时开启了蚂蚁出暗灭还是大电锤的连载故事。
在12号的某次直播时，雕哥使用蚂蚁输了一局单排后和弹幕对线，他的大电锤出装没问题 ，TR 冠军 Skater 都这么出。说暗面宰了的他妈的不会超过500分好吧？纯菜狗。首先他妈的这套蚂蚁出装是冠军出装，现在厉害的 C 位全是大电锤。随后在15号解说瓦拉吉亚比赛时，新 Q 原话是不出暗面的蚂蚁都是不会玩的，这下摊上事了。这句话被弹幕送到雕哥直播间，雕哥反击，要把新 Q 还有2个支持者查理斯和皮鞋在下次老头杯一起端了。我跟茶子君两兄弟之前都鼎力顶暗面了，但是我真的假的？我感觉不出暗面的蚂蚁都不会玩的。他赵子欣原话就是这样的，他赵子欣原话传给雕哥，那你只有500分了。赵子欣就串吧，你问问赵子欣。现在冠军 Sk 的蚂蚁是出暗面还是出大电？最后放话，看 A 咪咪下次玩蚂蚁时出暗面还是大电锤。这样吧，那看看哥哥的蚂蚁是出暗面还是出大电的吧。哥哥最近也玩蚂蚁，哥哥要是第二天 XG 比赛正巧选了蚂蚁，雕哥和查理斯接5本魔法书 ，AME 速出暗面，弹幕戏称雕哥被做局了。暗面了，已经出暗面了，太他妈肥了！出暗面的真的，我一看雕哥你就被做局了，好吧？感觉是做局了，你肯定被做局了，这肯定出暗面的。至此，蚂蚁暗面已成一个梗，刀区众人加入其中。最新情况是在成都 Blast 期间，猎鹰1号为 Skater 接受采访，说明了蚂蚁出电锤的原因，有理有据。这个话题或许有结局了。And the reason why I kind of ended up buying Mjolnir a lot of times is because the map right now in Dota is so big, and there's way too many camps to farm, and Mjolnir also lets you farm 1 extra wave because you can put it on the wave and the shield will kill the wave, and it ends up always helping you. 15号，瓦拉吉亚 S6 小组赛开始，这次虽然有4支中国战队，但还是都没游出去。FY 复出后贡献了不少爽森名场面，容我报个菜名。被对面的电岩绝手一枪爆头，轮到自己时却空枪了。古法0-13-7，发条0-11-22，只能说 FY 是个传奇。But FY he's a legend. FY is legend. FY he is a legend. 他是一个传奇。对啊，他说森哥是个传奇，但是新 Q 怎么这个逼。瓦拉吉亚 S6 冠军由 Moz 拿下，一支新的冠军战队在崛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最不会被改变的事情，就是一切都在改变。24年石油杯冠军狙击如今已经解散了，木子的崛起似乎也在说明着，如今的电子竞技行业没有固化，机会还有很多。最后一个比赛就要说到让刀友们唏嘘的 Blast 成都站。这个比赛有4支中国战队参加，XG 通过东道主票选直邀 ，TT 通过预选赛 ，YB 和战车是因为原定参加的雪碧、Parry 和液体退出而获得的替补名额。3支强队退出后，在整体实力本就有所减弱的这届比赛，中国战队还是没有一支进入线下。此情此景，老刀友们都会想到2016年的上海 Major 吧？12月初，寒冬已至，